发现，许多的眷恋遗留在昨天，等再见，勇敢一点，拥抱最美的遇见，幸福并肩，等待上演，跨越界限，再爱一遍，曾经说的永远，被风吹落的诗篇，捡起片片碎片，拼凑你我熟悉画面，重来一次的心愿灵验，期盼能爱得无悔无怨，不亏不欠。怎么了？哎，老婆，哎，老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马的照片怎么会在我枕头下？哎，我明明放在厨房的柜子里，他怎么会？是吗？哎，一定是马德回来，故意要吓我们的。我不管，你找人把他请走，快点啊！我先把它放回原处啊。这里不能睡了，我要回娘家。哎呀，老婆，那要回也不是现在回，明天回嘛。这样吧，你今晚睡子睿的房间。我才不要哎！马德这么疼子睿，他晚上一定会去找他的。Sorry， 妈咪。妈咪，你昨晚是不是睡不好？家里有鬼，我怎么会睡得好啊？啊，我们家有鬼？没有啦，哪有什么鬼？吃早餐。什么没有？不然马德的照片怎么会在我枕头下？我好不容易睡着，哎，马德又来找我。哎，当孩子妹别乱说。我没有乱说，我真的看到马德啊，他跟我讲他肚子饿，一下冷一下痛的，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样。好了，你这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自己吓自己。你不信就算了，总之我要回娘家。哎，那要不这样吧，吃完早餐之后，我们一起去拜一下我妈。哎，去拜马德也好，哎，你跟他说，叫他放过我。妈，这些都是 Cindy 特意给你准备的，你就保佑我们一家大小健康平安。是啊，马德，之前都是我不好，我错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不要跟我计较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妈宽宏大量，她不会跟你计较的。我知道，马德，之前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够孝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跟你讲 sorry 啊，拜托你不要再来吓我了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妈咪，其实家里没有鬼。奶奶的照片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奶奶 ，I miss you。阿boy，你在哪里？功课做好了没？妈咪 ，I'm sorry。你给我过来！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害我被吓到半死！好了，子睿也不是故意的嘛。你知道我为这件事都没有睡好觉吗？现在真相大白啦，根本就是你自己心里有鬼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来拜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哎，给奶奶鞠躬。早。哎，那么早就起来了，早餐还没有准备好啊。
没事，慢慢来。对了，我们已经找到阿伟了。哦，那被他骗走的钱呢？他答应会分期付款还给我们的。这样也好，那你要看紧一点啊，不要再让他跑掉了。知道了。不过我是以跟他合作的名义，向紫薇的妈妈租下了美丰那间店屋，所以每个月4000多块的租金，阿伟会负责，就当做是分期付款还给我们。美丰不是文峰的店吗？你跟阿伟租下来做什么？已经不是了。紫薇的妈妈坚决要把美丰那间店屋清空租出去，我们想保住美丰，所以就把它租下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那20万是你的私房钱，我没有问过你就自作主张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整整20万嘞。那如果店赚钱，你有份吗？赚了再说了。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紫薇啊。哎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其实那笔钱我早就当做是找不回来的了。啊？我知道你心疼那笔钱，你放心，我会努力工作，把钱还给你的。有的话最好，没有的话就算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啥？哎，你今晚有没有回来吃饭？我要去美丰找紫薇。看紫薇会饱咩？反正我们今晚没有订单，不如你叫紫薇过来跟我们吃晚餐。不要啦，我怕吓跑她。儿子啊，手脚要快，不然给别人抢走啊，你人财两空啊。我感觉你比我更心急啊。紫薇是个好女孩，最重要的是她有本事让我的宝贝儿子变乖。我改变不只是为了她 ，OK？ 我是不想被你们看扁了。走啦。哎，儿子啊，打条趁热啊，快点行动啊！看来我又来的不是时候，2点再来吧。哎，不，我又没有讲过要帮你弄。那我不是会占用你的午餐时间？没事啊，反正又没有人约我，我弄完了再去吃啊。好心你啦，这个电脑整天坏，换一个新的。应该来了。嗯。哎，紫薇。哎，紫薇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我是来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餐的。哦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我看我还是等一下再回来吧。没事，我很快的。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来喽。谢谢你啊，说好我请客的，每次都抢着付钱。男人请女人吃是应该的啊。你比我爷爷还要 old school 啊。好啊，那为了证明我是 new school 的，从明天开始我就天天让你请客，师兄你。没问题啊。不过我顶多只能请你，1个星期吧，因为我已经辞职啦。为什么这么突然啊？放心不下美凤，爷爷现在每天都往外跑，店里只剩下柴叔一个人了。我过来帮你，我们一起打拼。店里有我一个人看着就够了，你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。你还是留下来，好好发挥你的专长。可是你辞职过后，我就没有上班的动力了。夸张。其实今天约你出来吃饭，我是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的。以后我们2个就是生意伙伴啦。我会跟我爷爷说的，让你成为米丰的老板之一。不用啦，我也不想要当什么老板的。不行，每个月的租金这么贵，我不能白拿你的钱。我是真心想要帮你保住米丰的。再说了，钱也不是我的，是我妈的。那好吧，那你赚到钱，我就先把资金还给你，不准拒绝啊。那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觉得还是当老板比较好。我当老板，你当我的老板娘。无聊啊？不够人要，这一次真的很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的帮忙，美丰早就变成律师啦。不要这么说嘛，
我相信你爷爷不会舍得让米凤倒下的。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爷爷最近好像变了很多，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爷爷了。没想到是你。坐啊。上次那2位是我的财神，他们没有刁难你吧？其实你也没有必要那么委屈自己的，是不是很缺钱用啊？那你没有兴趣发展自己的事业啊？什么事业？就是这个100岁至尊，能够补肾、补肝、补腰、补钙，什么都可以补。1盒只卖250，这么贵啊！你每卖1盒就可以赚100块哎。如果你拉人进来，还可以抽他们的佣金，他们收入的20%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嗨，你好，慢慢看啊。这个多少钱啊350块。这么贵啊？不贵不贵，是纯手工做的。是啊，这是我爷爷花了大约1个星期的时间才完成的，很多工的。我再考虑看看。没问题，慢慢看。慢慢看。谢谢你啊。350还嫌贵，其实我们都没什么赚头。也不能怪他，机制的东西的确比较便宜。现在真的很少人懂得手工制的价值。紫薇啊，不是柴叔泼你冷水，做藤器这个行业很冷门的，工作时间又长，费时费力。你坐在冷气房吹冷气不是好吗？干嘛又跑来这边吃苦呢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怎么算吃苦呢？喜欢不能当饭吃的。最起码要做得开心。再说，现在提倡环保、流行怀旧，说不定过些时候藤器又会再度盛行呢。盛行我不敢说了，不过成为古董倒是有机会。既然你觉得没有希望，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啊？哦，因为你还没有放弃啊，所以我有支持你，在陪你。哎，峰哥，你回来了。爷爷，哎，爷爷，你看，我做的。哇，不错。不错吧？来，我买了点心。嚯，刚刚好。紫薇到现在还没吃早餐呢。为什么这么迟还没吃啊？刚刚有几个 walking customer 好像有兴趣要买。哼，看爽而已嘛，只问不买。那我今天赚了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爷爷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啊？为什么出去几个小时就赚了这么多？还用问？出卖色相。总之不偷不抢，不是犯法的事就对了。信你才怪哦！哇，小心啊！坐太久腰痛哇！
那，吃这个吧，对你的腰酸背痛很有帮助的。哦，是什么仙丹妙药这么好？百岁至尊，保腰、保肾、保肝、保全身，一盒250。啊，250？哇，这么贵，是不是吃了会长命百岁？在国外很多年了，最近才引进本地的。哦，那给我一盒吧。财叔，一盒要250啊！你刚刚不是嫌贵吗？是贵了一点，但是我相信你爷爷不会骗我啊！哎，我哥，有没有医学临床证明的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还卖，万一吃了有问题怎么办啊？不用担心，你看财叔这么壮，死不了的。峰哥，我愿意当你的白老鼠。蔡医生来找我女儿啊？是啊，我是来找她，教她弹吉他的。哦，她在房间，你进去吧，我去叫她。蔡医生，我不管你是来这边跟我女儿弹吉他，还是谈感情，我只希望你对她是真心的，请你不要伤害她的感情。哎，郑业来了，走，去我房间。我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的。你故意叫我过来教你弹吉他，然后又关在房间里，这样做会不会有点太过火？哎呀，我们要破釜沉舟，再试一次啊！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对我的观感好像更差了。不会啦，你想太多了。还是算了吧，不如还是把房间门开了，反正这里有点闷热。闷热啊 ！Turn on aircon。哇，冷气机都可以声控，那么厉害。是啊，有了这个真的很方便。喂，刚才我拉你上来的时候，我看他的脸色都变了。那是因为他担心你被我骗。他有反应就对了，证明他很在乎你。你相信我，等一下他一定会上来敲门的。其实我这次过来，不是想证明。有动静。不是吧？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还跑出去？我都说了，你的激将法没用的。看来你比我更了解他。从一个人的肢体语言、眼神，可以大概看透他的内心世界。我甚至开始有点相信，她就是你妈妈。母性使然啊！母亲怎么可能会跟自己的女儿抢男人呢？哎，妈，什么事啊？现在？好吧，我马上过来。喂，妈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穿浅灰色外套的长发美女？不是吧？你又骗我来相亲？
嗨，你就是蔡正业。嗯，谢谢。我叫洛拉。你好。你平时都是这么沉默寡言的吗？其实是我妈骗我来相亲的，所以我先走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才刚来就走？你小丑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没见过女人纹身啊？很适合你。以后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跟我说，我可以罩你的。我是在6年前开始写作，其实当时我的想法非常简单，就是想探讨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课题。可是你报道的每一个话题都写得非常深入、真实，那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在动笔之前喜欢先去亲身体验，好像之前我写的红灯区日与夜，我就跑到红灯区站街观察，和嫖客做访问、聊天。哇，那你不怕被误会吗？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哇，你真的很敬业。不过我很好奇，黑色雨雾这个笔名有什么含义吗？因为我觉得雨跟雾非常浪漫，我又喜欢黑色的神秘，所以我就把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了。其实人生有很多阴暗面值得去探索，却往往被人忽略掉。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看到光鲜的事物，而不想面对丑陋的现实。而我从小就偏爱深沉的事物。那你应该最喜欢黑色。是啊。可是黑暗的人生不会太悲观吗？如果你只看表面，你会觉得黑色是悲观的。可是如果你再深入的、仔细的去探索人生神秘的美，你会发现黑色的精彩。Trust me。哇哦，作家就是作家，真的是字字珠玉。哎呀，不敢当，有时候我觉得我想太多了。不会不会。那你现在是单身，还是已婚？单身，而且我享受现状，真的。那也不错啊。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很多姿多彩的。怎么是你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我不是什么泰山，我只是喜欢写我喜欢的事物，我跟有心人分享。你明知道我最崇拜的博客就是黑色雨雾，为什么还要刻意隐瞒身份？我没有刻意隐瞒，是你没有问我。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和女神近距离接触。我不是女神。可是我想知道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的作品？从《少年不快乐》开始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说的是我的经历，你写出我平时说不出口的心声。每次看你的作品，我都觉得你是全世界最懂我的人。是你的作品激发了我去念精神科，因为我相信每个人不愿意面对的黑暗是必须要克服的。我很喜欢写作，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作品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。谢谢你的支持。
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回来啦，我留了汤给你，我去弄烧啊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在外面吃过了。你刚才跟蔡医生拍拖啊？拍什么拖？不要乱说啊。可是如果我们以后真的在一起，你不介意吗？你说多啊，介意什么？只要他对你是真心的，你的迷我开心都来不及啊。可是他之前的目标是你啊。我起初也是有点生气的，不过后来想想看，买东西也是这样的吗？本来想买一样东西，不过后来看到更好的，就改变主意咯，很正常的。那他不是喜新厌旧，像你之前说的花心萝卜吗？心肝啊，不可以这样讲的。人都想追求更好的，只要还没有结婚，就还有选择的权利。你想什么想到这么入神？是不是那个蔡医生跟你表白啦？没有啦，我去冲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问你，我想加一个lunch set， 你觉得怎样 ？lunch set， 你做得来吗？没问题。如果有人订晚餐，我就一起煮，可以省工、省时、省材料。你说可以就可以喽。不错嘛，越来越有生意头脑了。我要赚多一点钱，我才不要这间屋子被银行收掉。哎，你呀，好好想想你跟蔡医生的事情。如果他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要好好珍惜啊，知道吗？早点睡啊。Morning。Morning。怎么啦？一大清早的，看起来这么累。我从昨晚做到现在呢。从昨晚做到现在，你没有休息啊？怎么可以啊？小心厉害身体。我买了面包，还有咖啡，给你提提神。先放这吧，我先搞完这张椅子。客人赶着要。手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没事啦，割疼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了。小心一点啊！你爷爷他没有来帮你啊？我帮你送货。不用啦，你赶快去上班啦！现在都几点了？我看你这么辛苦，我真的想马上辞职过来帮你啊。年轻人工作又认真，不要动不动就说要辞职。紫薇啊，你放心，这里有我。没关系啦，反正这个是我第一份工作，我也不懂我以后要做什么，无所谓啦。哎，你这样的态度就不对了。老板娘告诉过我一句话，她说不管是第几份工作，都一定要做得一样好，这是对自己一种要求，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，懂不懂？我知道，谢谢财叔，我请你吃面包。你是买给他的，不是买给我的。财叔没关系啦，吃啊。这间房子呢非常适合你，它地点很好，环境又优美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应该要马上把它定下来。我们去里面再看一下。对不起。
你什么时候做起送货员的？没有，因为才叔他肚子不舒服，我只是想要帮帮他。他肚子不舒服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不去上班，去当送货员？哎，你这脑袋有问题啊！妈，其实我已经辞职了，我现在和才叔一起打理美凤。你辞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跟我说一声，你有没有把我当作是你妈？我跟你说了，你没用，你都不会答应。喂，你这样做是想气死我是不是？你给我这样做！如果你想做腾气的话，那你何必读这么多书呢？你的时间跟金钱是不是都白费了？妈，我读的是马克丁，还是可以学以致用的。再说，我继承了家族生意，你不鼓励我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个时代腾气是没得做的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听话啊？你就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我有信心，一定能让美凤起死回生的。如果可以做的话，你爸早就接手了，他何必去外面帮人家打工呢？那是因为爸没有兴趣，我就不一样啦。我从小对腾气很有兴趣的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这件事你爸早就知道了。哎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？是不是子睿又没做功课，惹你生气了？为什么要骗我？啊，骗你？我怎么骗你了？你还跟我装蒜？要不是我碰巧看到紫薇送货，你们俩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是，紫薇她对腾气很有热忱，而且也很有诚意。石庆龙，你有没有脑的？你不骂醒女儿就算了，还一起串通外人来骗我。是，我是没闹。但是美凤是爸妈的心血，现在难得紫薇要继承，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她呢？支持？我都说腾气这行业会没前途，再做下去就是亏钱，你还支持他？钱比亲情重要吗？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说我无情无义、不顾亲情，眼里只有钱吗？不对。So sweet。我们等一下去喝酒好吗？不行啊，我不可以喝，喝了就会醉。那更好啊，我可以送你回家。时间要到了。我们可以续时间。不行啊，我还要去工作。工作？你还有什么工作？我是卖保健品的，叫百岁至尊，吃了呢可以延年益寿、长命百岁，一盒才250块，有没有兴趣啊？买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可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陪我过夜。算了，没关系。出来卖还装什么清高？爽快点！你要多少钱？5万。5万，你不会去抢啊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还有10分钟，如果你现在走的话，我就投诉你。乖，继续喂我。怎么了？我脚扭到了，受伤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你抱我。
么你走这样快？走慢一点。哎，怎么你会走这样快？哎，你很 bad 的嘞，没有人像你这样不听话的。哎，你很不温柔哎。哎，没有关系噻。哎。一个人喝这么多酒啊？有什么事就说出来，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陪我喝。像你这样的喝法，很快会醉的。醉了就醉了，人醒着很累。没有过不去的山，凡事都会过去的。我这辈子很失败，就跟这罐子一样，谁想捏就捏，想扔就扔，想踩就踩。跟老婆吵架了是吗？越来越过不下去了。在他眼里，我一点用都没有。他什么都对，都要听他的，霸道不讲理，还自以为是。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沟通。算了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也是你说的，忍一时，风平浪静。我忍不下去了，忍无可忍，退无可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再退我就崩溃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娶了这样的老婆，能怎么办？离婚吗？当初就不应该结婚了，自由没了，自尊也没了，我都看不起我自己。瑞瑞，爷爷，爹地。带你爹地回来了。谢谢，小心小心。谢谢。我可以。我爹地为什么会喝醉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经常这样吗？可是有时候会闻到他身上有臭臭的味道。瑞瑞啊，只有你一个人在家，妈咪呢？他还没回来。
肚子饿不饿？可是没东西吃。瑞瑞，好了，趁热吃，耶！小心烫啊！好吃吗？爷爷，这跟你以前煮的一模一样。你每次都会加鸡蛋和午餐肉，和我不喜欢吃的菜。瑞瑞呀，你会想念爷爷吗？可是你现在长得不一样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是谁让你进来的？瑞瑞，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你快滚吧，要不然我就报警抓你。妈咪，爹地喝醉了，爷爷带爹地回来的。他不是你爷爷，不用他搅好戏。快滚啦！对外人也好，对自己人也罢，都要懂得尊重人。你所做的一切，孩子都在看。神经病！哎，不要吃了，妈妈要打包。以后不要随便给外人进来，听到没有？买点心给你吃。好，谢谢。喂，我们有没有份啊？当然有啊，听者有份。那还差不多。你看看，这是我自创的，好看吗？漂亮又实用，一定很多人买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就算到时候还你又怎样？你一天能做几个？哎，峰哥，你又来泼冷水了。是喽，紫薇，我做你的第一个顾客怎么样？开个价吧。不用啦，你喜欢就送你吧。难道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啊？想得美了。哎呦，哇，你们这几个人都在啊！我正想要找你们算账。妈，什么事啊？算什么账啊？哦，你欠我们花红啊？你们几个串通好来骗我，我要解除合约。安迪，我们哪有骗你啊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。妈，合约都已经签了，你怎么可以反悔？对喽。我不想租给骗子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利用美丰的招牌来做坏事？你放心，我们只会做生意，不会做坏事。再说，我们又不是没有还你租金。租金我租给你们就算亏大本了。之前来看店屋的顾客已经决定把这里买下了。妈，人家想买你就要卖，你真的有那么缺钱吗？我要你马上回去公司上班，不准留在这里。我是不会回去的，就算你把店卖了，我们也可以出去外面租。请问施文峰先生在吗？你是谁啊？找我家问什么事？我是黄继明律师，不过今天我是以唐美瑶的朋友身份，也是他的遗嘱的信托人，来宣布他最新的遗嘱。最新遗嘱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根据呢这份新的遗嘱呢，现在美丰腾气的合法继承人是施文峰。曾经说的永远，被风吹落的诗篇，捡起片片碎片，拼凑你我熟悉画面，重来一次的心愿里面，期盼能爱得无悔无怨，不依不偏。勇敢一点，拥抱最美的遇见，幸福并肩。